深夜11点半，宿舍里那盏摇摇欲坠的日光灯管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像是某种不安的预警。周静又在直播了，她那张狐狸精一样的脸在浓厚彩妆的堆砌下显得有些失真，假睫毛像乌鸦翅膀一样扑闪。为了博流量，她今天穿得格外大胆，一件极细肩带的黑色蕾丝吊带，薄如蝉翼的布料紧贴着她过分丰满的曲线，深 V 几乎开到了肚脐。随着她放浪形骸的扭动，那对呼之欲出的春光在环形灯下晃得人眼晕。她对着镜头吐出一口浓烟，眼神迷离，一声声咯咯叫的骨头发酥。刚跑完步回来，浑身被汗水浸透，那件速干衣像蛇皮一样粘在身上，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湿漉漉的长发狼狈地贴在脖颈上。推门进屋的瞬间，周静从后视镜里斜弯了我一眼，对着镜头阴阳怪气的笑。哟，我的校花室友回来了，人家可是连脸都不舍得抹粉的天然脸。我没理会她的冷嘲热讽，抱着衣服走进浴室，刚把上衣剥下来扔进桶里。由于跑后的疲惫，我正微喘着气试图够到毛巾，灯啪的熄灭了。黑暗中，还没等我摸到开关，一股夹杂着浓烈香水味的蛮力猛地撞开了门。周静举着手机，屏幕那惨白的强光像一把冷冰冰的钢刀，直直地剜进了这间私密的浴室。各位哥哥瞧好了，这就是女大的浴室，装修还是不错的。他笑得五官有些扭曲。我惊恐地跌撞在湿冷的瓷砖上，单手死死护住胸口，另一只手胡乱地在空中抓挠，试图挡住脸。我上身只剩下一件单薄的内衣，大片皮肤裸露在刺眼的白光下无处遁形。周静，你疯了，滚出去！我羞愤交加，那种被冒犯的羞耻感化作愤怒，可他毫无顾忌，甚至狞笑着将手机猛地向前推进，摄像头死死地对着我。他在直播我，在万千陌生人面前直播我的赤裸。那一刻，我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，我嘶吼着向外顶门，顾不得赤裸的难堪，只想挡住那黑洞洞的摄像头。浴室里雾气氤氲，冷空气激起我皮肤上一层细密的粒粒。抢夺中，我的指甲不知抓到了周静哪块皮肉，伴随着一声尖叫，他手里的手机像断了线的纸鸢，啪嗒一声重重拍在积水的地上，直播间的嘈杂瞬间熄灭。周静愣了半秒，随即爆发出一声扭曲的咆哮：林月，你敢弄坏我的手机！还没等我站稳，他就像被邪火附体，猛地冲向我的书桌，一把抓起我新买的手机。你的也别想好过。他高举手臂，动作大的连那件蕾丝吊带都滑落到了肘部。在那节枯瘦手臂的挥动下，手机对着硬水泥地狠狠砸了下去。砰，金属碎裂的声音凄厉刺耳，那是我省吃俭用打了3份兼职才攒出来的希望。此刻他像被敲碎的冰面，细密的裂纹瞬间爬满全身，屏幕闪烁2下，彻底归于死寂。周静斜着眼看我，嘴角挂着报复后的快意。我死死盯着那一地电子残骸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羞愤与绝望在黑暗中疯狂绞杀。我以为这已经是极限，却不知这地碎片仅仅只是噩梦的开场白。第二天中午，周静带着一身宿醉的烟酒味推门而入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大摇大摆地坐在位子上抹精华乳，那副傲慢嘴脸看得我作呕。我走过去，将装满手机残骸的盒子重重砸在她的化妆镜前，哐的一声震翻了她的粉底液。上个月买的，赔1万。我盯着镜子里那双虚伪的眼，声如寒冰。现金还是微信？周静尖叫着跳起来，1万？你个穷鬼，拿个拼夕夕的假货来碰瓷，当我没见过钱吗？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将订单截图死死怼在他眼皮底下。他眼神猛地闪烁，那是藏不住的心虚。可紧接着，他竟举起那部沾了点水渍的手机反咬一口。我的也坏了，这是2万块的限量版，你赔我双倍。看着他那亮的黄眼，正狂跳私信的屏幕，我积压一整夜的愤怒瞬间爆发。我猛地攥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向后一拧。疼死我了！周静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被迫贴在冰冷的桌面上。我强行压着他的手，让那张贪婪的大脸死死贴在屏幕上。哪儿坏了？我凑近他耳边，字字见血。是掉水里感冒了，还是烧得和你一样开始说胡话了？他被我眼里鱼死网破的狠劲儿镇住了，半晌才骂骂咧咧的转账，叮的一声到账9000，就这么多，剩下的是给我手机治感冒的。他鼻孔朝天，钱给的像施舍一样。我收起手机，指尖还在因愤怒而微颤。虽然差1000，但我1秒钟都不想再和这个异类纠缠。我想搬出去，可卡里的余额让我只能继续缩在这窒息的笼子里。深夜跑完步回宿舍，推门却是一片反常的死寂。周静正缩在阳台，垫着脚，枯瘦的手臂像蛇一样伸向晾衣杆，指尖正勾着我的橙黄色速干衣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厉声喝止。周静吓得一抖，那件衣服直接兜头蒙在了他脸上。他狼狈地扯下衣服，眼神剧烈闪躲。我冲上前一把夺回衣服，却惊觉他怀里还死死抱着一大团布料。
他像只见了光的硕鼠，侧过身，死死挡住怀里的东西，一言不发地撞开我，冲进走廊。高跟鞋在空旷的地板上踩出凌乱急促的哒哒声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猛地看向晾衣杆。原本挂满衣物的绳子，此刻在夜风中空荡荡地晃着，像根绞索。除了刚抢回来的这件，我所有的外衣、裤子，甚至连最私密的内衣，竟然全消失了。周静偷我这些穿过的旧衣服干什么？寒气顺着脊梁骨往上爬，就在我掏出手机准备质问时，屏幕突然亮起，一条陌生申请跳了出来，头像是个戴金链子的猥琐男，验证消息像口粘痰一样糊在屏幕上。2000一晚，睡不睡？那个戴着劳力士、握着豪车方向盘的猥琐男，隔着屏幕都透出一股黏腻的酸臭味。我指尖冰冷的滑下拒绝，反手拨给周静，听筒里却只有冰冷的机械音。他偷光了我的衣服，反手把我拉黑了。深夜12点，铁门撞在墙上的巨响震碎了死寂。周静瘫坐在转椅上，精致的彩妆被汗水冲得斑驳陆离，像个刚从地沟里爬出来的厉鬼。他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亢奋，随手抓起一个黑色鼓囊囊的塑料袋，朝我狠狠砸来。砰的一声，袋子砸偏了电脑屏，书本散落一地。我压抑一晚的怒火直冲天灵盖。周静，脑子有病就去挂号，换个猪脑子都算你阶级跃迁。你个穷逼装什么清高？周静尖叫着扑上来，美甲像利爪一样直掏我的脸。我侧身躲过，顺手抓起那个沉甸甸的黑袋子猛砸回去。塑料袋在落地瞬间哗啦裂开，散落一地的正是我失踪的那些衣服。周静死死盯着我，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嗤笑，仿佛在欣赏一件刚被他彻底玩烂弄脏的祭品。我胃里一阵痉挛，不仅是因为臭味，更是因为那股从脊梁骨窜上来的寒意。我侧身躲过，顺手抓起那个沉甸甸的黑袋子，卯足全身力气砸还给他。塑料袋经不起这般撕扯，在落地的一瞬间哗啦一声裂开了，散落一地的正是我失踪的那些衣服。我还没来得及庆幸，一股混合了某种廉价香料和死鱼般的腥臭气味瞬间炸裂开来，像无数条蛆虫一样往我鼻子里钻。周静死死盯着我，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嗤笑，仿佛在欣赏一件刚被他彻底玩烂弄脏的祭品。我胃里一阵痉挛，不仅是因为臭味，更是因为那股从脊梁骨窜上来的寒意。2个保安冲进宿舍，像架死猪一样死死扣住发疯的周静。他那双贴满钻的长甲在冷硬的瓷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剐蹭声，嘴里喷射出的脏话污浊不堪。直到那狂乱的叫嚣声在走廊尽头彻底消失，宿舍楼才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宿管阿姨铁青着脸扫了一眼那个裂开的黑塑料袋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叮嘱我锁好门，便匆匆跟下了楼。门锁落下的那一刻，宿舍里重归死寂，可我心里的不安却像潮水一样蔓延，总觉得那些阴暗的角落里正有无数只眼睛在窥视。我忍着强烈的反胃感，蹲在那堆散落的衣物旁，那是我的全部，如今却像一堆被嚼碎后吐出来的残渣，皱巴巴地堆在一起，透着一股不祥的湿冷感。我不敢用手去碰，指尖颤抖着拿了个衣架，像挑拣毒蛇一样将衣服一件件扒开。随着衣物的摊开，那阵恶臭瞬间炸裂开来，熏得我大脑发胀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我盯着那件原本洁白的内衣，上面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干涸的黄渍和不明粘液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，那些污痕像是一道道丑陋的刀疤，生生割裂了我的自尊。我发疯似的将这些脏东西塞进大垃圾袋，狠狠扎死，扔到离床铺最远的角落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袋发臭的衣服只是他为我精心准备的丧礼预热。周静回来了，他脸上的癫狂已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水般的沉寂。他没看我，也没再说脏话，只是机械地挥动手臂，将化妆品和吊带裙一股脑塞进巨大的行李箱。金属拉链划破空气的刺拉声，在死寂的深夜里显得尤为惊心。我坐在床上，脊背死死抵着冰冷的墙壁，隔着单薄的睡衣，冷意寸寸渗入骨髓。他收拾得极快，仿佛急于奔向校外那个早已筑好的阴暗巢穴。临走前，周静停住脚步，慢慢转过头，月光勾勒出他半张惨白的侧脸，眼神里没有半分狼狈，反而噙着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嘲弄。他对着我无声地勾了勾唇角，口型仿佛在说：“你以为你赢了？”砰，门关上了，也将那股窒息的恶意隔绝在外。第二天，宿管阿姨一边帮我整理空出的床位，一边宽慰地笑：“这下好了，以后你一个人住，总算清静了。”我附和着牵动嘴角，心底那股怪异的冷意却像荒原上的杂草疯长。周静这种自损800也要伤我1000的疯子，怎么可能轻易认怂？这种毫无预兆的撤退，根本不是逃跑，而是更致命杀局前的平息。周静走后的第3天，我以为生活终于能透进一丝光亮。我在食堂低头喝粥，桌上手机突然剧烈震动，那个带着金劳手扶方向盘的头像再次跳入眼帘，像只甩不掉的复古之居。3天了，考虑得怎么样？又是他。我原以为拉黑周静就能切断根源，
却忘了这个男人握着我的号码。我指尖冰冷，刚要屏蔽，新的验证消息又蹦了出来，嫌钱少可以商量，只要活儿好，3000也行。哎，找错人了，再骚扰我就报警。可对方的回复像一记重锤，生生砸碎了我最后的防线。别装了，看看我的新头像。我点开大图，那一瞬，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凝固。那是周静暴力撞开浴室门的瞬间。昏暗潮湿的背景下，我正赤裸着大片肩膀，惊恐地缩在门后，单手护胸，眼神里满是破碎的绝望。敢穿着内衣给直播间几千人看，现在装什么圣女？开个价，别让哥哥等急了。男人的话像带毒的粘液，隔着屏幕糊在我脸上。我死死掐住大腿，指甲深陷肉里，才没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下叫出声来。冷汗浸透了薄薄的外衣，激得我阵阵发抖。我终于明白周静临走前那个阴恻恻的笑，他根本没打算放过我，他早就把我的尊严拍成照片，廉价的卖给了这个恶魔。我尝试了一下午，却绝望地发现，在那些见不得光的阴暗处，真相苍白无力。这种无力感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勒得我甚至不敢走在阳光下。可真正的深渊，在第二天清晨才正式张开大嘴。我去教学楼的路上，发现校道上散落着大片五颜六色的小卡片，几个男生正围在一起，发出让人反胃的下流笑声。我强忍着心慌，弯腰捡起了一张。看清的瞬间，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天灵盖涌。卡片上印着的，竟是我在浴室门后那张照片。惨白的日光灯下，我惊恐的神色被定格得淋漓尽致。照片旁赫然写着我的姓名、班级和电话，还有一行红的发黑的字：在校女大，上门服务2000一晚，绝对惊喜。那一刻，世界仿佛失去了声音，手机在兜里疯狂震动，接通后全是刺耳的污言秽语，像潮水般的粘液将我淹没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林胜强的骚扰，更是周静精心策划的毒计。他们利用监控盲区，把我的名誉彻底踩进了泥潭。我站在风中，感受着四面八方投射来的带着探究和鄙夷的目光，那些视线像刀片一样，一寸寸刮开我的衣服，将我生生钉在耻辱柱上。我以为我能洗清冤屈，可现在全校都认定了我是那个2000一晚的小姐。卡片事件后，我成了全校的活标本。那些原本藏在屏幕后的谩骂，变成了现实中粘稠、恶心的目光，如影随形。当天晚上，辅导员出现在宿舍，他没有直接给我定罪，这成了我坠入深渊前抓到的最后一块浮木。办公室里灯光惨白，他翻看着我调取的监控，那些画面证明我每晚准时跑步，按时回寝，生活规律的近乎枯燥。林月，监控能自证清白，暂时稳住了校方，但堵不住校内那些正义感爆棚的唾沫。辅导员的声音透着浓深的疲惫，他们宁愿相信你是个小姐，也不愿承认自己看走了眼。他试图帮我分析周静的动机，觉得仅仅因为手机纠纷，不至于让一个学生冒着坐牢的风险疯狂至此。我坐在阴影里，双手交叠，指尖已不再颤抖。我看着辅导员担忧的眼神，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我知道他们在打什么算盘，既然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报警只能处理表面的骚扰，我要的是彻底揭开那层腥臭的皮，把林胜强和周静一起拽进地狱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胸腔里积压的委屈正寸寸碳化，最终烧成了一把冷静而锋利的尖刀。深夜2点，周静毫无预兆地开始了直播。我蜷缩在被子里，手机屏幕的幽光映着我冰冷的脸。镜头里的周静换上了一身近乎透明的白色蕾丝睡裙，领口低得摇摇欲坠。她画着夸张的纯欲妆，眼神迷离地对着镜头呵气，湿漉漉的长发故意散在胸前，随着她扭动腰肢的动作，大片白皙的皮肤在廉价的滤镜下晃得人眼晕。只要强哥开心，静静什么都愿意做。她声音甜得发腻，故意侧过身，让镜头俯拍她曲线毕露的身体。突然，一连串昂贵的嘉年华特效炸开，金色的流光映红了她那张惊喜到扭曲的脸。谢谢强哥，强哥大气。下面给强哥表演一个私人定制。她说着，手筋慢慢滑向了大腿根部，在那层薄如蝉翼的布料边缘反复游走。我的呼吸瞬间凝滞，点开了榜首。赫然就是那个带着劳力士手扶豪车方向盘的林胜强。线索在这一刻彻底闭环。林胜强是砸钱买乐子的榜一，而周静为了讨好金主，不仅在直播间出卖色相，甚至不惜通过售卖室友私密照这种卑劣的投名状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他们以为把我钉在了耻辱柱上，却不知道这肮脏的直播间正是我亲手送他们进监狱的铁证。既然抓到了他们的联系，下一步就是引蛇出洞。没过几天，消失的周静竟然主动找到了我，理由烂得离谱。林月，我的手机彻底不能用了，你得陪我，跟我去趟维修店。我盯着他那张写满算计的脸，心下冷笑。这是看卡片没能让我屈服，打算直接把我送货上门了。我故作迟疑，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他没带我去学校附近的店，而是带我穿街过巷，最后进了一个偏僻、毫无监控、散发着陈旧油腻味的死胡同。
他在前面走着，蹬着细高跟，腰肢扭得像条发情的蛇。我死死攥着手机，指关节由于过度用力而泛白。那条报警短信早已编辑好，随时准备发送。走进名为强租维修的阴暗小店时，一股发霉的冷气扑面而来。我留意到周静背对着我，由于裙摆太短，她弯腰倒水时，那截细瘦的大腿根部近乎全裸地晃着。她正悄悄拧开一瓶矿泉水，指尖轻颤着往里撒不明粉末。我看着她那个扭曲且廉价的背影，隔着单薄的衬衫，我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，几乎要跳出喉咙。我默默打开包里的录音笔，眼神冷得像冰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葬礼，周静，希望你喜欢。维修店内光线昏暗，机油味与劣质烟草混合，压抑得让人窒息。通过柜台玻璃的倒影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周静正把那包白色粉末抖进水里。修手机得一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周静把加了料的水递过来，眼神里闪烁着近乎癫狂的期待。我面无表情地接过来，借着整理背包的掩护，迅速将水调了包。那是我在巷口买好的，连标签撕毁的程度都一模一样。我当着他的面扬起脖子猛灌了一大口。周静见状，脸上瞬间露出一种诡异如释重负的笑。我顺势扶住额头，假装脚步踉跄地倒在破旧沙发上，单手护在胸前，呼吸变得急促紊乱。周静果然上钩了，她扭动着腰肢走到我身边坐下，修长的指甲用力掐住我的下巴，声音阴冷如地狱的风。林月，过了今晚，你这个清纯细花就会变成一滩烂泥。她俯下身，由于动作幅度大，领口深处的一片狼藉几乎怼到我眼皮底下。她凑到我耳边，恶狠狠地低语：林盛强就在路上了，他会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把你彻底撕碎，再拍成全网疯传的录像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我闭着眼，感受着他指尖的冰冷，心里却在默默倒数。我瘫在破旧沙发上，身体微微抽搐，装作药力发作后的恍惚。包里的录音笔正贪婪地记录着这一切，我要他亲口撕开这层腥臭的皮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微弱的喘息，声音绝望而颤抖。周静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笑得花枝乱颤。那件低胸包臀裙随着她的动作剧烈起伏，几乎遮不住那抹扭曲的快意。她猛地凑到我耳边，温热却腥甜的气息喷在我脸上。因为有人拿你跟我比，她压低声音，五官因嫉恨而错位。那个老男人说你清纯的像朵花，说我像条为了钱什么都能干的狗。妈的，我承认我下贱，但我得不到的尊严，你也别想有。她越说越兴奋，语速快得惊人。她承认学校的卡片是她亲手撒的，我是她献祭给榜一大哥林盛强的礼物。我的心脏由于极度愤怒而剧烈撞击着胸腔。就在这时，维修店的门被推开，一个发胖、微秃、带着金劳的男人走了进来。他带着一股腥臭的汗味，浑浊的目光像黏糊糊的软体动物，瞬间死死盯在我裸露的脚踝上。强哥，货在这儿，还没睡死，更有滋味。周静摇着腰肢迎上去。林盛强死死盯着瘫在沙发上的我，浑浊的眼神里满是看商品般的贪婪。他没有废话，带着腥臭汗味的一只大粗手直接抓向我的领口。我猛地睁眼，蓄力已久的一巴掌狠狠抽在林盛强脸上。你没中招。周静惊恐地捂着脸。我还没来得及起身，林盛强那只长满横肉的大手就死死捂住了我的嘴，一股蛮力把我往店外的小面包车上拖。林盛强另一只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五指像铁箍一样陷进我的肉里，窒息感瞬间炸裂，我的肺部仿佛要被挤爆。傻逼，你那点掉包的小动作，哥哥我见多了。林盛强在我耳边狞笑，喷出的热气像粘液。眼前的景象开始涣散，由于极度缺氧，我的视网膜里泛起密密麻麻的白斑。周静在一旁亢奋地尖叫着，笑着，她那扭曲的笑脸在虚幻的光影里像个厉鬼。就在意识即将沉入黑暗的前一秒，我隐约听到了撕裂黑夜的警笛声。可林盛强动作极快，他将我像麻袋一样甩进车后座，一把油腻腻的黑被子兜头罩了下来。世界陷入一片粘稠的黑暗，我只剩下微弱的绝望的抽搐。黑暗，我在睁眼时，视线里是摇摇欲坠的节能灯，散发着惨白的光。我躺在散发霉味的油腻大床上，旁边林盛强正背对着我，粗鲁地扯下皮带，金属扣撞击的声音在死寂中格外刺耳。我手脚发软，猛地翻身往墙角缩，脊背撞在冰冷的墙皮上。你别乱来，周静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圈套。我嘶声力竭地喊着，试图唤醒这个男人的理智。林盛强转过头，脸上挂着令人反胃的猥琐笑容。他一边搓着肥厚的手掌，一边步步逼近，巨大的重量压了上来。他隔着我的衣服胡乱摸索，我疯狂挣扎着，却毫无翻身的余地。别装了，那小妮子说你最爱玩强迫这一套。他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低下头，那股油腻的汗臭味顺着我的脖颈滑进衣领，激起我满身的鸡皮疙瘩。突然，林盛强嘿嘿一笑，手猛地向下探去，正要撕裂我最后的防线。绝望中，我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警笛声，那是我在维修店最后关头发出的报警定位。警笛声由远及近，
撕裂了漆黑的夜。林胜强的动作僵了一下，起身去听窗外的动静。就是现在，我借着他分神的瞬间，身体往侧边猛缩，像泥鳅一样从他的压制下滚落床底。林胜强发出一声愤怒的低吼，肥硕的身躯因为重心不稳，狠狠栽倒在床的另一侧。我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随手抓起桌上沉甸甸的玻璃水壶，用尽全身力气砸向那颗满是横肉的大头。哗啦一声，碎片飞溅，鲜血顺着他的额角瞬间迸射。我不顾一切地冲向房门，用肩膀死命撞击反锁的木头。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声嘶力竭地尖叫：救命！他在杀人！林胜强从地上爬起，满脸是血，狰狞得像头野兽。他嘶吼着脏话扑向我，那只沾血的大手即将抓到我头发的瞬间，房门砰地一声被暴力踹开，冷白的强光瞬间照亮了这间烟杂的小旅馆。我脱力地瘫倒在地，看着警察将挣扎的林胜强死死按在地上。那股长期笼罩我的腥臭味终于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深夜清冷的空气。我大口呼吸着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这不仅是脱险，更是我从地狱爬回来的生路。凌晨3点，审讯室冷白的灯光刺得人眼疼。周静和林胜强并排坐着，中间隔着冰冷的铁栅栏。哪怕到了这一步，周静依然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反应力。她一改往日的穿着，穿上了一件朴素宽大的外套。她缩在铁椅子里，凌乱的发丝垂在苍白的脸颊边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林先生是我的粉丝，他只是想见见我的室友林月，和他私下谈生意，我是被他拉去当挡箭牌的。林胜强也梗着脖子叫嚣着说我是加价不成反诬陷。看着他们演得滴水不漏，甚至连周静那抹抹眼泪的手势都带着一种设计好的娇弱感。我嘶哑的冷笑出声。我死死盯着周静，声音里带着破碎的颗粒感。周静，你以为在维修店把我手机毁了就没证据了？你大概不知道，录音文件是会自动云同步的。周静原本那副受害者的伪装瞬间裂开了一道缝，他那双含泪的眼睛里一丝怨毒飞快闪过。我点开云端备份，那段他在维修店亲口承认撒卡片骗大哥入局，要把我撕碎的录音，在寂静的审讯室里凄厉回荡。真相如重锤落下，周静那副无辜的假面彻底崩塌，他的脸变得狰狞丑陋，疯了一样扑向身边的林胜强，尖利的指甲抓向男人的脸。都怪你，让你绑紧点，你非要听他叫，你这个死肥猪，你要害死我了。录音像一把手术刀，彻底划开了周静伪装的皮。他瘫在铁椅上，看着进度条一点点推进，眼神从惊恐变成绝望的癫狂。为了减刑，他开始像疯狗一样反咬，抖出了林胜强背后的阴影，那位真正的榜一大哥。那一晚，周静消失在宿舍，失去见了那个男人。男人在直播间看了我被偷拍的画面后，起了更阴暗的歹念，逼周静把我带出去。周静既怕我分走宠爱，又眼红那笔赏金，他表面拒绝，转头却偷走我的内衣，把自己塞进那些布料里，涂着我的口红色号，试图扮演成我的模样去取悦大哥。可他那种骨子里的卑微谄媚，只换来了男人的羞辱。他在酒精的催化下，一边抓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，一边骂他像条发情的母狗，连我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周静把这些在男人脚下受到的作呕的屈辱，全部算在了我头上。他恨我清纯的不用摇尾乞怜，恨我即使穿着校服也能得到他跪求不来的高看。我不好过，你们谁也别想活。他嘶吼着，哭得粉底斑驳，一股脑吐出那些肮脏的交易细节，要把那个男人也拽进泥潭。我看着他狰狞扭曲的脸，只觉得一阵悲哀。深渊里的烂泥终究只会拖着所有人一起腐烂，而他引以为傲的美色最终成了勒死他自己的最后一根绞索。1周后，警方的通告正式发布，校园小姐卡片的真相被彻底还原。林胜强和周静因强奸未遂、造谣、敲诈勒索等多项罪名，被关进了他们应去的地方。校贴吧里那些曾疯狂谩骂、羞辱我的热帖，在铁证面前像被烈日直射的积雪迅速消融。键盘侠们迅速换上一副正义的面孔，把原本射向我的唾沫悉数转头吐向周静，仿佛从未参与过那场名誉谋杀。我再次走在校园的跑道上，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那些粘稠恶心的目光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的讨好与刻意的避嫌。辅导员找我谈话，承诺学校会给予补偿，我礼貌地道谢，内心却波澜不惊。我知道清白虽然还了，但那些被言语和暴力生生刮开的伤痕早已渗进骨子里，结成了硬痂。我搬离了那个充斥着廉价舞曲与腥臭气味的宿舍，在校外租了个简陋却干净的单间。窗外是喧闹的校园，我坐在桌前，指尖轻点，删掉了手机里所有的录音与照片。见过最腐烂的恶意，才明白在这浑浊的世界里，只有自己才是最后的防线。周静、林胜强，他们只是我生命里的一场噩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我依然是那个在晨光中奔跑、干干净净的林月。阳光洒在我的肩头，有些发烫。这世界依然不完美，但我已学会带着疤痕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。全剧终。